最近，如果你刷财经新闻呢，可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一边是美国国债规模不断的刷新着历史的新高，而另外一边呢，美债依然在卖，市场依然在接盘，一边在讲美国的财政悬崖、美债危机、美元的末日、美元贬值，而另外一方面呢，整个美元系统好像并没有真的失控。所以今天呢，我先给大家一个非常反直觉，但是极其重要的判断。美国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不是不会借到钱，而是它已经不能不继续借钱了。如果你先把美元系统要不要完蛋这个直觉放一放，而是换一个问题，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借款人已经负债累累，但在政治、社会和制度上又完全刹不住车的时候，他接下来会用什么方式把钱继续借下去？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现象，无论是市场的波动变大，政策反复横跳，还是围绕着美联储的人事、利率路径的各种争论，其实呢都不是孤立事件，它们都是同一个结构下的自然结果。所以这一期呢，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更现实也更重要的问题：当美国不能不继续借钱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会被迫适应什么样的新规则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美国现在债务这么高，会不会撑不下去？让我们先从你可能已经听说过的大而美法案说起。如果你只把它理解成财政刺激、拉经济，那么你还是低估了它。更准确的说法是，大而美法案不是一次性的政策，而是把美国的财政推入了一种常态化高支出的新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一眼它的支出结构就知道啊。国防预算是不能削的，社保医保是不能砍的，新能源科技进步的补贴是刚刚起步的，而最可怕的是，美债利息本身正在变成美国财政支出的一个大项。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在借钱付利息，再借钱付利息的这个循环轨道上运行，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了。所谓的财政悬崖，其实是被误解最深的一个词儿。很多人一听到财政悬崖，脑海里的画面呢是这样的：悬崖前一步，再往前一步，然后啪就能掉下去。但是现实世界当中的财政悬崖几乎从来不是跳下去，而是走到悬崖边，不断的后退半步。美国不是不知道它的问题，恰恰相反，它非常清楚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但是问题就在于，它在政治上、社会结构上已经无法踩刹车了。为什么美国财政刹不住车了呢？我们从3个事实说起。第一，美国的支出已经是高度的刚性化了。什么叫刚性呢？就是说不管它经济好不好，不管选举的结果怎么变，这些钱不能不花。比如说社会保障是选民的基本盘，医疗支出是老龄化之后的必需品，国防预算是全球战略的底座，而债务利息呢是合同，也不是道德讨论。这些东西呢，没有一个是能够在短期内真正被削减的。第二，美债最危险的不是它的规模，而是利息本身。很多人每天只盯着美债的规模数字到底是多大，但真正让它的财政系统紧张的不是总数的债务，而是在更高的利率环境之下，这些债务呢开始反向吞噬财政。大白话说，以前借的钱利息还算便宜，现在呢续借变贵了，但是他有不得不借，还必须续借。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对他来说降支出在现实中几乎不可操作。第三，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下，紧财政几乎不可能长期维持。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啊，紧缩就等于减福利，减福利就等于选票流失，选票流失就等于下台。所以现实中发生的往往是嘴上讲着财政纪律，行动上不断的延期。这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成熟的民主国家共同面临的悖论。所以呢，财政悬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财政悬崖并不是某一年某一天美国会不会完蛋，而是在长期高债务的状态下，美国必须不断用技术性的手段来延缓一次真正的失衡。你会看不到暴雷，但是会不断的看到美国的政策修补、规则调整、中央银行在关键的时刻出手，以及结构性的财富转移。而这一切会把美国带向哪里呢？这就进入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当美国不能不继续借钱的时候，它到底还能怎么借呢？这个选项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下面我们就来一条条拆清楚，美国真正剩下的只有3条路。第一条，继续发债，但是换人接盘；第二条，用时间和通胀消化旧债；第三条，紧急时刻由美联储兜底稳定系统。这些路径没有一条是完美的，但是它们足以让系统继续运转。第一条路，继续发债，但是必须换一批人接盘了。
我们先从这最直观也最容易理解的一条说起啊。美国的第一选择一定是继续发债，只不过和过去不同的是，谁来买已经悄悄发生变化了。过去的美债是谁来买呢？中国、日本各国央行、外汇储备，这批人啊，长期是美国财政最重要的稳定资金的来源。他们买美债的逻辑也很清晰，安全、流动性高，还能当储备。那现在呢？现在的问题在于，外国官方投资者在整体降配，并不说是他们在抛售，而是少买了，以及不再无条件的加仓了。原因大家也很熟悉了，地缘政治、本国的财政压力、资产的多元化需求。于是美国发债并没有停，但是接盘的人正在改变。新的接盘侠都谁呢？主要有3类。第一，美国本土银行体系；第二，养老金、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第三，部分被政策引导的资金。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意识到了，这相当于把美国的国家债务更多的内部化了。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呀，本土资金也不是无限的，他们对收益率更敏感，他们不会亏着买，所以结果只有一个，美债利率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极低的水平。这一条路的结论就是发债还能继续，但是每一轮新债都会变得更贵一点，这不是危机，这是趋势。第二条路呢，就是金融抑制，真正安静的一条解决方案。接下来这条路呢，是最不容易被普通人察觉的，但是在历史上却被反复使用的方法。什么叫做金融抑制啊？金融抑制就是让债务看起来还在，但是实际的分量慢慢被时间吃掉。它不是靠赖账，也不是靠暴雷，而是靠这3样东西。第一，通货膨胀；第二，时间；第三，实际利率为负。如果你欠朋友100块钱，10年以后呢，你还还他100块，但是物价已经翻倍了，那你实际还的是多少钱呢？这个意思大家都明白了。那美国能做到什么程度呢？美国不会公开承认自己靠通胀还债，但是他会接受一个略高于目标的通胀，同时呢，让长期利率上不去太多。这就是实际购买力被慢慢的稀释了。这也不能说是阴谋，这就是它的历史。为什么这条路现实中可行呢？因为它有3个优点。第一，它不需要政治投票；第二，它不需要宣布经济危机；第三，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会慢慢被社会可接受。真正成熟的财政系统都倾向于用时间而不是靠事件来解决问题。这条路径的代价是谁来承担呢？现金持有者、固定收益的持有者、工资增长跟不上通胀的劳动者。因为它不是平均被分摊的，它是结构性的转移了。第3条路就是美联储兜底。这条路呢，不可能次次都用，但是这条路是存在的，因为这是一条最敏感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条路。先说清楚一个底线啊，美联储不会公开说我要帮财政还债，但是现实中可能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一旦利率失控了，一旦市场出现了系统性的风险，一旦金融系统开始自己踩踏自己，那美联储的任务就会发生优先级的变化。稳定系统永远是高于保持教科书式的完美。当系统稳定和规则纯洁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的类央行机构一定会选择前者。所以这第3条路径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美联储它不是常规的融资渠道，但它是最后的减震器，它的存在本身就改变了市场的行为。投资者知道不能失序，利率天花板不是无限的，这反而让体系更能够承受压力。这3条路径加在一起啊，意味着什么？你看，发债利率变贵，但是还能发，通胀慢慢消化旧债，美国的央行式机构来防止系统崩溃。单看任何一条都不完美，但是如果这3条路径叠加起来，那就构成了一个现实世界的延续方案。既然美国能够拖得住，那这对全球意味着什么呢？对资产价格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开始把这件事儿从美国的问题翻译成全世界的资金会怎么走。如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借款人长期处在一个高负债不停借的一个状态，那么全世界的钱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答案是资产定价的底层逻辑正在悄悄的改变。第一层变化，无风险利率不再回到旧世界。我们先说这最底层的无风险利率。过去几十年啊，全球资产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上，就是钱呢是不要成本的，低利率、低通胀，央行依旧在救。
但是在今天这个结构当中，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一件事儿：当债务规模已经如此之大，无风险利率本身就不能再低到没有代价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继续发债，而且主要由价格更敏感的资金接盘，就意味着利率水平存在着一个支撑底，不可能再轻易回到了超低区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高债务时代，低利率是奢侈品。这意味着什么？债券不再是稳赚不赔的存在了。所有资产的估值模型都需要重新计算折现率。那些完全靠远期想象的资产承压最大。不是资产突然变差了，而是定价的尺子换了。第二层变化呢，就是资产的波动率系统性的被抬高了。这个变化呢，很多人已经感觉到了，但是说不清楚。那就是市场会变得更容易波动。那注意，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暴跌，而是持续性的波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系统有3重张力同时在存在。第一，就是美国财政必须持续发债；第二呢，美联储不能够随意的放松。第三，一旦市场失序了，又不能不出手。这3件事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平衡结构。于是结果就是利率稍微紧一点，市场就受不了了；放松一点，通胀或者资产泡沫就抬头了。这里就没有舒服的区间。那对资产会意味着什么呢？第一，黑天鹅不一定常有；第二，但是灰天鹅会越来越多；第三，情绪切换会更频繁。这是一个不再奖励躺平的市场环境了。第3层变化美元不会突然闪崩，但是信用在慢慢的被使用消耗。很多人听到美国高债务，第一反应是美元系统会不会完蛋？那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回答，而且要回答的非常克制。美元不会因为美债高就突然崩溃，原因很简单，它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结算货币，仍然有最深的金融市场，仍然是出风险的时候大家公认的避风港之一。但是这里有一个但是，美元的信用正在被频繁的调用。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大白话说以前美元很少需要证明它自己，现在呢，它被用的越来越频繁，就表现为美国的财政依赖度更高，货币政策和财政的边界更模糊，世界对美元体系的耐心在持续的被测试当中。这不会立刻导致美元体系的崩溃，但是会让全球的资金更谨慎、更分散、更强调对冲。所以这个世界正在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新常态呢？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债务、高摩擦、高波动，但是不会轻易清算的世界。这听起来很矛盾，但是非常现实。系统不会让它崩溃，代价被慢慢的分摊，时间被当作最重要的工具。那这个时候对普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如果你还在用旧世界的逻辑，低利率、央行兜底、资产会单边上涨的这种逻辑来理解今天的市场，那么真正的风险就不是美国财政了，而是你的认知滞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普通人到底怎么看自己的资产配置呢？哪些东西反而更需要被我们重视？哪些叙事要开始被降权重？讲到这里呢，我需要先帮大家纠正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就是只要提到美国的国债、美国的财政缺口、美国在继续借钱，总会有人下意识的想，那是不是我该做空美国了？坦率的讲，这个想法本身呢，是最容易亏钱的地方。第一，这不是一场压方向的游戏。如果你把这件事儿理解成看衰美国，或者赌美国会系统性的崩溃，那我可以非常直接的告诉你，普通人基本上不可能靠这种判断赚到钱。原因只有一个，美元体系、美国财政是可以拖时间的，而且它拖得起，因为它有制度优势、金融深度、货币主权，这些东西就决定了它不会按散户的幻想节奏崩塌。所以呢，核心不是方向，而是姿态。我们要问的不是美国会不会出问题，而是如果美国的问题长期存在，而且以摊平的方式存在，我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活下去？第二个关键，旧世界的激进配置在失效。过去的10几年有一套看似非常成功的配置逻辑，低利率、宽松货币、风险资产长期占优，回购呢靠央行兜底。这套逻辑在旧世界非常好用，但是在今天这个美国财政结构下面，我们要明白美国央行的优先级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呢是市场推动央行去救市，现在呢更像是通胀或者美国的财政约束导致他们再来看市场。那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3件非常残酷但是很真实的事情。第一，市场更容易自己消化波动。
第二，风险资产呢不再自动获得估值的溢价。第三，波动本身成了常态资本，我们不能再假设每一次的回撤都会很快的被抹平。第三个关键，真正有用的是防守型结构。那么普通人该怎么样配置呢？防守第一，这里说的防守不是说我们胆子要小，也不是说我们要躲进现金里面，更不是说不用投资了，而是要注意自己资产配置的三重结构。第一重，现金流要能够自救，只要你的现金流不依赖市场，市场对你的伤害就有限。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不能把你所有的资产压在价格波动上，你要能够承受6到12个月当中没有理想的收益，不会被迫卖在地板上。不要盲目的追求收益，而是要保证你一直留在牌桌上面。第二层含义，资产要扛得住时间的拖延。高债务时代的核心特征只有一个，问题不是马上被解决，而是被拉长了。那么你的资产也必须具备一个特性，就是能熬。这就意味着呀，这不只是看重名义收益，而是我们要看回撤承受度，波动期间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中途是否会被迫退出。很多人也不是看错了方向，而是没有熬到结果。第三层呢，不要压单一叙事。这一点呢，是今天最容易被忽视的，因为在高债务环境下，市场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反复讲故事，吸引资金接盘。像 AI、科技革命、产业升级、新能源等等，它们都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公司，有可能有很大的水分的故事。那作为投资者，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压在某一个故事上面。如果你的资产配置当中有压单一故事的投资，那么你的风险其实就非常集中了。这不是对美国某一个科技公司的看空，而是一次对世界新阶段的重新适应。在高债务、长期摊平的环境当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压中某一个未来，而是确保我们不会现在被马上淘汰。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